狂轰伊朗核心目标，中东战火震撼全球。美空中巨兽来袭，史诗级轰炸一触即发。霍尔木兹海峡瘫痪，美国谋划惊天一击。伊朗新最高领袖诞生，旧秩序即将瓦解。中东南亚局势骤然失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昨天以色列国防军又出手了，这一次直接锁定了伊朗政权的指挥中心和制造基地。在完成前几轮大规模空袭后，以色列空军根据最新情报扩大了打击范围，瞄准了伊朗3个中部省份的关键军事设施。数十架战斗机飞向德黑兰、伊斯法罕和设拉子，总共投下了超过170枚弹药，打得伊朗措手不及。在德黑兰，以色列的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指挥中心。这个部队负责操控伊朗的恐怖代理人，推动秘密行动，转运武器，还为整个中东的恐怖活动提供资助。在伊斯法罕，以色列锁定了一个导弹制造和储存基地，这些导弹本来是针对以色列飞机的，同时还摧毁了多个防御系统。位于伊斯法罕的一处无人机制造设施，也在最新一轮空袭中遭到严重打击。此次行动被认为是美国与以色列协同实施的联合打击行动之一，目标直指伊朗军事工业体系中的关键节点。伊斯法罕是伊朗中部的重要工业城市，同时也是该国军工体系的核心区域之一。这里不仅分布着多个军事制造设施，还被认为与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国防技术研发项目有关。因此，该地区长期被外界视为潜在的战略目标。在设拉子，空军则对其他重要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整个行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的核心力量，打击他们对中东地区的威胁。以色列空军还对伊朗境内的6个军事空军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此次行动的重点目标包括跑道、战斗机以及攻击运输直升机等关键设施，意在削弱伊朗空军的作战能力。根据以色列军方披露，空袭还摧毁了多架 F-14 熊猫战斗机以及米17攻击运输直升机。在伊朗库尔德斯坦地区萨南达季，以色列空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赫拉姆法尔基地实施了空袭。据悉，该基地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地区的重要军事设施，涉及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战略装备的部署与储存。令人振奋的是，在伊朗西部城市科尔曼沙赫，当地百姓在空袭后的蘑菇云下高喊口号：“以色列去死！”可见民众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已达到高度紧张的状态。以色列国防军还在短时间内成功拦截并摧毁了针对以色列中部发射火箭的3个发射装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这一行动仅用时1小时，显示出其快速反应与精确打击能力。从现场视频画面可以看到，火箭发射装置在被击中瞬间发生剧烈爆炸，火焰和浓烟迅速冲天，周边区域的夜空被映得通红。还有消息传出，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一艘伊朗船只在遭遇空袭后起火。现场画面显示，浓烟从海面升起，在港区上空形成明显烟柱。由于阿巴斯港距离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接近，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对周边航运产生连锁影响。阿巴斯港不仅承担着大量石油与贸易运输任务，同时也被视为伊朗海军与革命卫队在波斯湾地区的重要后勤节点。因此，一旦该区域出现军事打击事件，往往会迅速引发外界对海湾安全局势的高度关注。空袭带来的不仅是硬体打击，
目前，伊朗已有多名高级将领阵亡，其中包括伊朗陆军队总司令的阿米尔·哈塔米。他在最新军事行动中被击毙。哈塔米曾长期在伊朗军政体系中担任要职，是伊朗国防与军事战略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他过去多次发表强硬言论，扬言一旦爆发全面冲突，伊朗将对特拉维夫和海法等以色列主要城市实施打击。伊朗空军准将莫森·达雷巴吉也阵亡。他曾指挥针对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的致命军事行动，消息已得到证实。另外，据以色列媒体8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透露，以军在近期一次空袭行动中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秘书阿布·卡西姆·巴巴伊延。巴巴伊延是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后被任命的，他是伊朗核心军事决策圈的重要人物，对指挥体系有深远影响。虽然损失惨重，伊朗并没有收手的迹象，反而愈发猖獗。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易卜拉欣·贾巴里最新发言表示，伊朗已为与美国进行长期冲突做好准备。他在最新表态中称，我们已经为一场可能持续10年的战争做好准备，至少10年。这一言论被视为伊朗方面向外界释放的强硬信号，强调其在军事、经济以及战略层面具备长期对抗能力。不仅如此，伊朗还持续向周边国家发动袭击，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伊朗向海湾地区发起袭击，造成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紧张。据报道，科威特一栋建筑在袭击中被烧毁，导致至少2人死亡。同时，无人机袭击还引发了科威特政府大楼起火，造成设施受损。在伊朗发起袭击后，位于巴林的一家炼油厂发生大火，火势猛烈，并伴有浓烟升起。初步情况显示，火灾对炼油厂的部分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尚未公布具体人员伤亡情况。稍早，沙特国防部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沙特拦截了一架近日向该国发射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阿联酋也宣布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挫败了一次黎明前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周一凌晨表示，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伊朗向该国多个地区发射的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正式抗议伊朗向土耳其领土发射导弹的行为。此前，土耳其方面宣布，其北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第2枚进入本国领空的伊朗弹道导弹。截至目前，伊朗已发射约1200枚武器，而美国及盟友依赖爱国者3型 PAC-3 拦截飞弹，给伊朗造成了不可逆的打击。与此同时，美国第82空降师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以应对可能与伊朗爆发的军事冲突。该师作为美军快速反应部队，能够在短时间内部署到前线，承担空降作战、战术打击及关键地区防御任务。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已有3架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降落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看来这是在为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大规模轰炸做准备。本周，美国中央司令部披露，美军 B-1 枪骑兵和 B-52轰炸机对伊朗境内数百个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透露，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弹道导弹发射次数已减少 86%， 超过2000个目标遭到打击。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补充道， B-2 幽灵轰炸机率先摧毁了伊朗防空设施，随后 B-1 和 B-52轰炸机深入境内，对导弹发射井和指挥控制中心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美军公开 B-52参战视频，并配文称，只要有 B-52在场，战争就不公平。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也表示，我们趁敌人倒地之时痛击他们，
这不仅彰显了 B-52在战场上的威慑力，也凸显了其战略象征意义。B-52H 轰炸机自1950年代初诞生以来，便成为美国战略轰炸力量的中坚。它能够在高达 1.5 万米的高度以亚音速飞行，携带约 3.1 万公斤混合弹药，包括炸弹、导弹和水雷，可执行核打击或常规精确轰炸任务。B-52几乎参与了美国自越战以来的所有重大冲突。其在1972年圣诞轰炸行动中对河内与海防港的连续轰炸，更迫使北越重返谈判桌，成为战略空袭经典案例。B-1枪骑兵自1980年代服役以来，曾被设计为 B-52的替代机型。在史诗之怒行动中， B-2、B-1与 B-52形成组合打击链条，隐形 B-2先行突破防空， B-1深入攻击关键目标，而 B-52则以强大载荷和远程打击能力锁定战略节点，实现毁灭性打击。美军此次行动显示了 B-52在现代战争中的独特优势，分别是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海陆空联合打击配合以及巨量弹药投放能力，使其即便服役60余年，依然不可或缺。美国总统川普指出，美军在短短3天内已击毁42艘伊朗海军舰艇，同时瘫痪伊朗空军与电信系统。B-52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尽管 B-1和 B-2计划在2030年代退役，但 B-52通过持续现代化改造，其雷达、发动机和电子系统将延寿至100年服役。米切尔研究所专家冈辛格表示，这不仅经济合理，也保证了美国在全球战区保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而无需急于采购全新轰炸机。未来 B-21与升级版 B-52将继续作为美军空中利剑，在欧洲、太平洋及中东战区发挥核心作用。根据美联社报道，随着中东冲突进入第2周，全球石油心脏地带波斯湾的主要产油国陷入瘫痪。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暴涨 16.5%， 冲上每桶 107.97 美元，这是自2022年夏季以来全球油价首次重返3位数时代。要知道，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之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需要经过这里。近期因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威胁，油轮通行几乎中断。面对全球油价飙升引发的恐慌，川普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强势表态，当伊朗核威胁被彻底铲除后，油价将迅速回落。为了美国和世界的安全与和平，这只是非常微小的代价，只有傻瓜才会想的不一样。也有消息称，川普正在考虑一项新的战略构想，即由美国加强甚至直接主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以确保全球最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保持畅通。另外，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目前官员们正在评估一项夺取伊朗哈尔戈岛的作战计划。哈尔戈岛掌控着伊朗石油出口的命脉，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90%。一旦美军成功控制该岛，将在战争的下一阶段直接掌握伊朗能源出口通道，对德黑兰构成巨大战略压力，也可能彻底改变地区能源与安全格局。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3月8日表示，美国已大幅削弱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油轮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阻碍将在数周内解决，绝不会是数月。赖特透露，已有油轮成功通过海峡，美国正加快行动，确保石油、天然气及海湾地区产品顺利运输。有趣的是，在我们截稿前，金融市场分析通讯的 Kobayashi Letter 发消息称，国际油价暴跌至每桶84美元以下，较昨晚高点下跌超过 30%。如此剧烈的日内跌幅极为罕见，不知道是不是美国已经默默地出手整顿了，或者是市场大宗商品的去杠杆化和仓位调整可能正在发挥作用。2026年3月8日，伊朗官方宣布，
穆杰塔巴接替其父哈梅内伊，成为伊朗第3任最高领导人。消息一出，民众一片暴怒。伊朗记者马西赫·阿利内贾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视频称，这是伊朗国内民众对穆杰塔巴接任最高领导人的第一反应。人民在阳台上高喊穆杰塔巴去死，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绝不接受又一个世袭独裁政权。在官方宣布前，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表示，如果穆杰塔巴没有获得他的批准，将难以长久掌权，他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否则不会维持太久。我不希望5年后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更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官宣后，川普在社交平台一句"你准备好去见你爹了吗"的喊话，虽带戏谑色彩，却精准戳破伊朗权力传承的核心。这场所谓的选举，实际上是半个世纪家族世袭的延续。以色列方面也早已发出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指出，在哈梅内伊被除掉后，伊朗政权试图重组最高领导人，我们将毫不犹豫打击继任者及参与选举的人。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进一步升级地区紧张局势。川普也明确表态，只有当伊朗军队和统治者被消灭后，战争才有可能结束。他还强调，美国必须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任命，绝不接受穆杰塔巴继任。穆杰塔巴56岁，是哈梅内伊的次子，从革命卫队服役，到库姆宗教学府深造，再到长期担任父亲的政治助手，他的权力路径从未脱离家族圈层的牢笼。表面上，伊朗专家会议似乎遵循宪法程序进行最高领袖遴选，但实情是，权力早已被体制内的强硬派与家族势力牢牢掌控。专家会议成员需经宪法监督委员会审核，而该委员会成员又由最高领袖任命，形成自成闭环的权力体系。所谓选举，只是对世袭传承的合法化包装。穆杰塔巴的继位不仅面临国际压力，更陷入严重的国内合法性危机。他将接手一个同时与全球最强权美国、中东最强军事力量以色列对抗，同时又要面对国内社会对立的国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萨贾德·普尔指出，穆杰塔巴当前的首要目标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活下去。穆杰塔巴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伊朗体制本身。1979年伊斯兰革命确立的法学家监护原则强调学识与宗教资质，而非血统继承。革命最初的核心叙事曾是推翻父传子的暴政，如今却出现了父传子现象，这直接削弱了穆杰塔巴的政治权威。他缺乏独立的政治基础，只能高度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维持权力。IRGC 不仅是军事力量，更是国家战争机器，其权力正来源于持续冲突与对外战争。穆杰塔巴若想生存，就必须延续战争，而 IRGC 自身也不愿停战，因为战时权力正是其巅峰体现。与此同时，伊朗对外的军事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勒索。由于无法直接攻击美国本土，伊朗选择打击位于卡达、巴林、阿联酋等国的美军基地，试图通过造成这些国家损失来迫使华盛顿施压以色列，从而争取时间。这一策略在过去长期奏效，但前提是各方保持谨慎与适度退让。然而，伊朗误判了局势，随着亚伯拉罕协议签署，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长期依靠冲突维系的威慑体系已被终结。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阿联酋关闭了驻德黑兰大使馆，沙特誓言动用武力反击，卡达击落2架伊朗轰炸机，逮捕 IRGC 小组，并驱逐哈马斯领导层。海湾国家迅速集体启动自卫机制，深度融入美以安全网路。伊朗文职总统佩瑟什基安只能公开道歉，下令停火，但 IRGC 无视命令，继续行动，显示革命卫队才是战争的真正主宰。40年来建立的恐怖与勒索体系，在短短数天内遭遇严重挫折，其原有威慑力被快速削弱。这一切表明，穆杰塔巴若想稳住权力，不仅要面对内部合法性不足，还必须依赖一支主导战争的军事力量。
而 IRGC 在国内外政策中主导一切，使得伊朗政治与安全策略高度绑定于战争轨道，和平空间被大幅压缩。穆杰塔巴的生存正与持续冲突紧密捆绑，而伊朗对地区的冒险行为也让长期依赖的恐怖与威慑体系迅速失效。最新消息，中东的震动还在加剧。日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中部发射多枚精确制导导弹，触发以色列多地防空警报，民众被紧急疏散到掩体，空袭警报系统全面启动。在导弹发射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国防军迅速展开反击行动，对黎巴嫩南部一处导弹发射装置进行了精确打击。据以军方面透露，袭击发生几分钟内，该导弹发射装置就被摧毁，现场画面已经公开，显示爆炸瞬间烈焰冲天。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行动范围广泛，旨在彻底削弱潜在威胁。最新消息还指出，黎巴嫩真主党火力管理指挥官扎伊德·阿里·朱马在贝鲁特遭到袭击身亡，相关消息目前已获得多方证实。朱马曾长期担任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兵指挥官，是该组织火力打击体系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负责统筹和协调多种远程打击力量，包括火箭弹、导弹以及无人机行动。过去曾指挥实施数千次针对以色列方向的火力攻击。外界认为，此人的身亡意味着真主党在南部战区的火力指挥体系可能受到一定冲击，但具体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与此同时，南亚局势同样升级。巴基斯坦军方在空袭的基础上，派遣地面部队越境进入阿富汗腹地，行动范围突破历史性的杜兰县争议区。此次行动自2月6日伊斯兰堡清真寺爆炸事件后展开。据官方统计，行动期间击毙阿富汗塔利班战斗人员435名，摧毁坦克与装甲车188辆，造成630多人受伤，摧毁哨所180个，其中31个被占领。阿富汗境内51处目标遭精确空袭。巴方强调，行动旨在清除恐怖组织窝点，建立边境安全缓冲区，并迫使阿方提供可核实的安全保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